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库巴里萨，我是 Lisa。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对 ，Amy 呢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在瑞士读饭店管理就认识了。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话题就是关于怎么选邮轮的旅行，因为 Amy 已经在邮轮产业做了大概8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对。那我本人就是一次都没有搭过邮轮，因为现在疫情之后了嘛，就是除了自由行之外，我觉得大家又开始找不一样的旅游形式，所以我就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呢，就找 Amy 来聊一下。就是要怎么样才不会踩雷？好，其实有很多小撇步啦。对，我觉得其实邮轮就很像是饭店，或是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度假村的概念。对，那你在挑选度假村，你一定会有一些想法嘛，你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思考。那我们今天准备了5大秘诀，要来问 Amy， 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不会踩雷。OK。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人群会比较适合邮轮旅行吗？其实我觉得搭邮轮，说真的不，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会觉得说年纪大的人才适合搭邮轮，但其实不是的。其实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很适合搭邮轮。那当然，其实也会跟你选择的邮轮的公司也会有关系，因为其实每一家邮轮公司就像每一家不同的饭店一样，他们都有他们标榜的特色。例如说，是适合年轻人的，或者是说比较适合中高年纪，或者比较适合他是比较喜欢安静的。所以其实邮轮在各个族群上面，我觉得都很适合。那再加上我觉得邮轮很适合比较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老人家，因为它其实上面都会有无障碍的空间，不管是坐轮椅的客人啊，或者是行动比较不方便的老人家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舒适的，因为你其实不用舟车劳顿，你在每一个港口你就是搭船，你就可以到下一个港口了。所以其实你在接驳上啊，或者是一些交通的往来上，会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所以就是其实只要选对品牌，什么样的人群都有适合的，对，就像你去住什么样的饭店。对。OK。所以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刚聊到说不一样的品牌，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市面上现在看到很多嘛，像台湾就是 Costa，有一些挪威的邮轮啊，或是像公主邮轮啊，或者甚至一些比较精品的都有。那你觉得有没有怎么样大致上的区分？第一次搭邮轮的客人，我觉得那你可能就可以从所谓的基隆港出发的邮轮开始。那当然相对来说选择就比较少嘛，因为其实这些都是业者他们引进来台湾的，他们跟邮轮公司谈好之后，那邮轮来到台湾，要不然其实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品牌。是因为其实有些人会担心我到底会不会晕船，我到底喜不喜欢搭邮轮？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搭乘，你可以选择从基隆港出发的，因为天数来说相对也比较短，那你的时间啊、金钱啊，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少，那你就可以体验到邮轮这个旅游的形式。对。那你可能喜欢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往外去拓展。你觉得说，那我可能想要去地中海，我可能想要去北欧。那像现在很热门的是想要去南极，你就可以再来做选择。那像基隆港出发，大部分是冲绳吗？对，因为其实为什么从基隆港出发，大部分都是去冲绳或石垣岛，主要原因是因为天数的关系，所以冲绳跟石垣岛是在以台湾基隆港出发来说。距离最短，那你花费的时间也最少。那再来就是日本，其实对台湾客人来说是非常喜欢的目的地。对，所以其实相对来说销售也会比较好。OK， 所以就是如果第一次出发，像我就可以从基隆港出发。对，因为其实4天3夜对很多人来说，我就可能请个1-2天假，我就可以出门了。那我就可以在邮轮上体验。那当然，其实基隆港出发的船大部分都是大型的邮轮，所以也比较相对来说更适合各个族群的人。第二个就是我好奇啊，我们在选那个邮轮设施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判断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啊？邮轮是越大越好吗？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大邮轮或小，就像饭店一样嘛。我们有所谓的 boutique 的饭店，那也有所谓的中大型的饭店，那也有所谓的 resort。那当然 resort 也有分什么 all inclusive 的 resort 啊，或是比较 luxury 的 resort。所以其实邮轮不一定是越大越好，其实我觉得是要看你的属性，或是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可能现在在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大型邮轮，那因为其实大型邮轮它相对来说它能够提供的设施比较多，里面可以玩。对，例如说有赌场啊，然后有一些邮轮上面还有什么滑水道啊、赛车啊，有赛车，对，那个有赛车，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就是它是一个机械手臂，然后它可以伸出去，很像摩天轮那种概念。我不确定那是就游乐设施，然后或者也有攀岩啊。那因为这次就比较适合年轻人嘛。那其实有些那算什么中高
长辈们，不然不知道怎么形容。长辈们他们就觉得比较静态的活动，那比如说跳舞、社交舞啊，或是玩一些小游戏嘛。你说如果中小型游轮，它可能就是提供的活动相对来说是比较静态一点点的。例如说可能它的表演不是像大型的秀，它是比较例如说音乐演奏会这种，就是比较相对静态的活动。那大型邮轮跟中小型邮轮的差异在于说，我们所谓的空间比，我怎么看啊？如果我要订的，以大致上来说，空间比我们会以你的吨位，就是要船的吨位数。假如说它是10万吨好了，那它可能可以载2000个人，那你就10万吨除以2000个人，那就是它就会有一个数字嘛。那这个数字其实越大，就表示说你客人在船上你使用上的空间感你会越大。就是假如说我满船了，那我所有的人全部同时都在船上的时候，我感觉我在空间上是比较有余裕的，不会说感觉到处人挤人的一个概念啦。原来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也是要看人，因为有些人就喜欢热闹，所以就觉得说我喜欢很多人，就是有热闹感。因为有些人就喜欢比较安静、比较休闲的那种氛围，所以其实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船的吨位数跟它的那个载客人数。它是载客数还是房间数？载客数，你就大概，对，大概，它是一个概念，但是相对的，对，它是一个相对。那所以你真的要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但其实它就是一个相对的感受，这样子。对。然后第三个是，你觉得目的地跟航线很重要吗？假设我去日本航线好了，会不会有停留时间的问题啊？或是说下船之后的安排会不会有差别？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其实选择航线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看你自己想要去哪。因为我们是说邮轮它是一种形态，但其实目的地它不是真的是最重要的地方。应该说，假如说是顺便的，是吧？我觉得是，因为其实你要想，你邮轮旅游跟陆地的旅游还是有差。邮轮旅游你可能在每一个港口可能大概停6到8个小时，但是你陆地旅游你可能就是1整天嘛，或是2天3天。对，所以其实这相比之下还是有差的。我前一阵子就带我家人去日本嘛，那其实以日本来说的话，它就是每个港口都是停留大概就6到8个小时。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目的地的训，我们想要去睡魔祭，但是我们可能对于亲身其他地方就没有追求，那我们就只为了去睡魔祭的话，就搭邮轮就很好。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要追求，例如说假如说我去北欧好了，我就觉得我北欧一定要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要玩透，那我就觉得不适合搭邮轮。邮轮好处是它会去一些你可能平常陆地旅游比较难到达的地方，小城市啊，或是一些小镇，就其实你平常陆地旅游不会去，但其实你搭邮轮是因为停的港口，这些停靠港口的关系，对，所以你会去一些，对，你反而会去一些比较你平常可能，因为你一般我们例如说我们讲北欧好，你可能就想可能奥斯陆，或是赫尔辛基，就是那种比较大城市，一开始想到已经都是大城市，但其实你邮轮旅游都会去一些比较小的。当然，其实也要看品牌。很新的想法我没有想过。而且我觉得，其实因为现在很多人出国，就是已经很多地方都去过了，他可能已经玩到他不知道要去哪里玩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搭邮轮好了。因为其实搭邮轮，我觉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那如果是新手的航线，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还是会以比较近的先开始。我觉得新手你也可以一次就马上去跳到我们所谓的 fly cruise， 就是我飞到当地去搭邮轮。fly cruise 就是要先机票钱，然后你当地的住宿其实也是还是需要一点点当地的住宿的钱，就个1-2天。对，你要有缓冲时间，因为你如果太紧，那你的飞机如果真的delay 或什么的话，其实你就也没办法。对，所以你还是有一些额外的费用的产生。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第一次搭，那你又觉得说我可能就只是想先尝试的话，那就可以先从基隆港出发的，就是台湾出发的开始。那如果你觉得没关系，我就是想要去试试看的话，我觉得我个人会比较推荐的吗？推荐，例如说阿拉斯加，因为其实阿拉斯加也不是这么的容易的到达的地方。那你在船上，你可以相对来说近距离的看到那些冰川啊、冰河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棒的。特殊体验的话，就可以选像阿拉斯加这种比较极地的，就应该说阿拉斯加是你是比较有目的性，我就是为了要去看冰河、冰川。地中海那种我就是为了想去地中海，享受地中海，比较偏放松吧？对，比较偏放松，或是什么加勒比海那种偏放松。OK。对，那北欧也是看冰川嘛？那日本线呢？购物吗？没有，那是台湾出发的时候才是购物。但是其实日本一般你还是要飞回来的。没有，你也有去飞到日本搭的，就是你飞到横滨上船，然后比如说环北海道啊，或者是环日本也是有的。不是。我看很多人去日本就是顺便买东西。是，但是因为你想，如果从台湾出发，就只有到冲绳或石垣岛，你相对来说买的东西还是没那么多。那接下来就是
季节的问题。对，好尤其是台湾这边。如果你说台湾的话，其实我觉得船其实现在越来越先进，所以其实基本上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好了，没有以前那么晃。但是其实也是要看个人，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不会晕船，那我就是就算很晃的话，我也没什么感觉。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搭车就会晕车的人，他可能感受就会比较深。那就要选什么季节会好一点？说真的话，那当然就是暑假嘛，因为越往东偏，东北季风相对比较强，所以其实你可能真的就会比较有感觉。一般邮轮来说，不管在哪里，它会行驶，通常都是它最适合的季节。哦，所以有停船的时候。邮轮它是全球在走的，就是等于全世界。所以如果北半球的夏天，通常一定都是最好的。那北半球结束的季节结束，它就会往南半球移动。对，那就北半球冬天，就南半球的夏天嘛，所以就是会最适合的季节。所以其实就像是你去陆地旅游的概念很像，例如说地中海，它可能就是有一个季节性，那你北欧可能也是有一个季节性，那你说南半球纽澳还有一个季节性，就是我们都会选它最适合的季节。对。所以以台湾来说，我们会说夏天可能会是比较适合的，春夏吧，春夏秋。对，因为对春夏秋都可以，就算比较广的。对。那像阿拉斯加这种，阿拉斯加一般来说是5到9月是它最适合的季节。那5月是季节刚开始，那9月就是已经季节末快要结束的时候。对，以前是这样子啦，但现在可能会越来越稍微长一点季节。对。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预算。那预算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可能邮轮就像饭店一样嘛，我们从同一个旅行社它推出来的，从2万多块到10几万都有。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大概会有什么样比较不同的分别？好，其实我觉得以邮轮来说，它的价格就是例如说我拿一样的航线来比。哦，好，可以。就假如说我今天去订饭店，我在某一个城市，那我就会看到，例如说有经济型的饭店，有精品饭店啊，然后5星级饭店，我觉得应该用这样子来比会比较好。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不同的会有比较什么明显的感受会不一样？对，如果以同一个房型来说的话，那可能价格贵跟价格便宜就在于，例如说它的服务，它提供的设施，或者是说它价格里面有含的东西。那可能如果以便宜的来说的话，它可能就是只有房间，那你的服务费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餐厅，或是酒水，就会另外需要付费。中高价位它可能就是说，可能有包额外的餐饮，有包含酒水，但是没有包含服务费。就是它其实就是对，你要稍微知道。那可能比较好，它就是 OK， 我定了，那就是我有包服务费，我有所有的餐饮、酒水，甚至有的连网路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其实它就是，当然不同的邮轮公司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不一样的，就像饭店嘛，不同的品牌它提供的 package 或是我这个价格，它提供的服务也是不同的。所以其实就是要去看你今天我觉得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对，OK， 所以就是在订的时候就可以从房间、设施、餐饮，还有它额外的服务，对，或者说来看，包含在它有什么有包，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包的，你可以从这边来去看。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其实我今天我就只要有基本的，因为其实邮轮比较像是 resort，我觉得就是它基本上3餐都是包的，但是它3餐包有的时候就是例如说我所谓的 buffet 有包，或是我所谓的 main dining room 有包，但是它有一些额外的比较特殊的餐厅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这是一般邮轮的一些最基本的。那有些所谓的 luxury 的邮轮的话，可能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是有包含在里面的。或是什么可以，比如说我这一趟可以选1次、2次，对，就是它其实不同的品牌，他们可能有不同的 package。就像你今天订饭店，我想要订有含早餐的，或是我想要订有含晚餐的，或是我的这个 package 里面有含什么东西，其实要看清楚。对，要看清楚。OK， 好哦。那差不多，这个我觉得应该有回答到大家第一次在订的时候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啦。我希望是有。对，那没关系，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差不多到这里。谢谢 Amy 来跟我们分享，耶！那我们呢会在下一集再讲更详细的，比如说怎么样选房间啊，我也准备了一些问题要快问快答 Q&A， 然后让 Amy 再跟我们就是解释得更清楚。好的 ，OK， 那今天影片都先到这喽，拜拜。